我猜你的生日应该是在秋天。秋天生的孩子身上都是谜。昨天晚上我梦见你了，你就在前面走，然后你回头，我看不清你的样子，你回头跟我说，想带我去你家看看。我就紧紧地跟上你，跟你并排走。我想看看你是不是和我想的一样。圆圆的脸，笑起来很好看。你喜欢什么，讨厌什么，我都想知道。就好像认识你一辈子了。真希望你能告诉我，我还能做些什么呢？他还能在这儿放多久？争取坚持到我退休吧。对不起，我都要退休了，也没能帮你抓住那个人。准确地说是抓住了，但却定不了罪。再试一把。没事啊，别紧张。佳佳，你准备好了，我们可以随时开始。可以了。别太紧张。这个姐姐呢叫马文文，是一名司法社工，也是我们为你请的合适成年人。是这样的，佳佳。我们知道你现在可能会很迷茫，但我们大家都想帮你，所以一会儿问你问题的时候，我们能不能问得直接一些？没事儿，你放心。
你要相信我们所有成年人都坚定地站在你这边。你不舒服了，咱就随时停，没问题啊。佳佳，我们是想知道你再去努力的回想一下，有没有什么人可能会伤害到我？我自己来。我帮你。谢志华。你记不？我特别害怕，动不了，但是我真的觉得很恶心。他绝对不是路过，他就定在那儿，一动不动的。我骂过他，但是他根本不当回事儿。那天晚上，我从外面跳完舞回来。你又去哪儿玩了？回来这么晚，咋话都不能说了？我就觉得特别累，一回家我就倒在床上睡着了。差不多晚上，我迷迷糊糊的，就感觉有人站在我床边。我真的把她当亲妹妹一样看待。说说，怎么把崔佳怡当亲妹妹的？她吃的、喝的、穿的，每样都是我买的。也包含给崔佳怡买内衣吗？啊？这30多岁的老爷们儿，跑到内衣店给一个13岁的女孩买内衣，怎么了？她姐的内衣也是我买的，有什么问题吗？你们就是在恶意揣测。没揣测。谢志华，你以为我没有十足的证据？
就会惩罚你吗？这些信息都是你发的吧？这照片上的生殖器是你的吧？你把这样的照片发给一个13岁的孩子，你想干什么呀？啊！说，那天半夜爬到崔佳怡床上的是不是你？不是我。我和他在一起，就是想要一个城里的户口，这样佳佳以后上高中就不用再回农村了。我没文化，没上过学，我不想让佳佳走我的老路。我对不起佳佳，都怪我，是我害了她。佳佳她跟我们一起练舞，去应援，其实就是不想回家。她每天放学就一个人待在那儿，有时候一待就待到了夜里。我问过佳佳的，她就是想等她姐夫睡了再回去，她也不想让她姐姐难做的。佳佳其实很爱她姐姐的，之前学校里有人说她姐坏话，她还跟那人打了一架。你们觉得佳佳的姐姐知道这些吗？应该不知道吧？你们能帮我一个忙吗？啥忙？姐姐，你还知道回来呀？今天真是太谢谢你了。这样，姐请您去吃好吃的，走。不用了，姐姐。哎，你不是有什么话要对姐姐说吗？姐姐，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有一次是我把佳佳送回来的。我们想，你跟佳佳是不是有点误会啊？那件事真不是你想的那样的。我姐，她满脑子想的都是我们要留在这座城市，要靠着男人赚钱。但是她从来都没问过我愿不愿意。我有个亲弟弟，我大概有个10几年吧，都没怎么搭理过他。他也不喜欢我，我们都没怎么联系过。前一阵呢，我出了点小事故，我待的那地儿着火了，他就冲进去把我给救出来。要不然我就烧死在里边了。其实他往里冲的时候，有可能我俩就都出不来了。那会儿我俩还没和解呢。我比你长点岁数，也比你有更多的生活经历。我说这些呢，不是想要劝你什么，
有的时候其实就是家人才能做到这样。但是我不知道，我姐是不是你说的那种人？我其实不知道你姐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只是建议啊，给你姐一次机会。你年纪还很小，你以后还要经历很多很多事情，你也给你自己一次机会，尽量不要失去家人，你觉得呢？想好了吗？你说的，让我给他一个成长的机会。看现在多帅，走。姐姐，我爱你。这种事儿就没法说，你知道吧？杜队，杜队，来，坐啊！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刚从瑞桑治的这个拘留所赶回来啊。这是怎么有情况？是这样，这个案子啊，还是存在一些小问题。林检察官，来，咱们借一步说话。是这样啊，我们呢是跟市医院的医生做过评估，这案发的时间呢应该是在9月9号下午到晚上，可是这段时间呢，那个谢志华他9月9号是不是去了瑞桑市做了这个烫染的培训？对。哎，坐着说。但不是说他有可能偷偷跑回来吗？9月9号，谢志华确实是去了趟瑞桑市，但是他嫖娼被抓了，所以不是他。这怎么？警察叔叔，啊，怎么了？这个嫌疑最大的谢志华呀，确实有不在场的证明啊。哎呦，
好来双重薄荷系列12小时长效抗口气，邀您精彩继续。尹检察官，夏检察官，目前呢，这个案子的调查工作确实是遇到点小麻烦。我们这边呢一直在寻找一个突破口，只不过说明白，我也理解，这个强制机制直接对接到你们刑侦支队，我想肯定也给你们造成很大的工作负担。负担那倒没有，我们这边保护未成年人肯定是义不容辞。只不过说崔佳怡这边呢，我们确实不敢逼问太紧。这孩子有没有可能是被迷奸的呢？哎呀，他怎么可能对自己被性侵的过程一点印象都没有？那除非他当时是无意识的状态。那有可能哎。那要是这么说，我们可以再沟通一轮。我去看一下有没有遗漏的细节，那你去复查一下案发当天所有的行动路线，可以。再看看孩子有没有什么其他可能接触到的人。明白。咱先稍等啊。我们其实这么问的话吧，对他挺残忍的。如果他当时真是没有意识的话，那你问他，他把这些全想起来了，我觉得这打击对他挺大的，是吧？这孩子外表看着挺坚强的，但是他内心什么样，咱都没问出来过，咱也不了解。我建议先给这个崔佳怡进行一个心理疏导，然后再询问，会不会好一点？好是好，但这个心理疏导咱们都不是专业的呀，是不是有专业的机构？交给我们呀，我们院里都有合作的机构，是吗？而且我建议以后这种询问的就直接全放到我们院里来，我们有专门针对孩子的这种询问室，条件非常好。太好了，那以后我们再有这样的问题，直接交给你们了。那肯定没问题，我记一下。还有个问题，谢世华怎么办？我个人觉得啊，隔空猥亵也是猥亵。老郑，今天回来挺早呀？要去跳舞去啊？是啊。张阿姨啊，其实我刚才听您说了这么多，此时此刻我心情也特别激动。虽然我没有感同身受，但是我你要的子姜没有了，我给你买了生姜。哦，回来了。今天回来的挺早的。早吗？贾主编，你又追忆什么呢？啊？唯有泪千行的。这节目太感人了。什么节目啊？我相信此时此刻电视机前的观众等你归来，非常期待张阿姨今天。你又想儿子了？儿子明年不就进修回来了？就是儿子打电话让我看的。这个节目说的是那些走丢的孩子啊，还有找不着孩子的那些家长啊。节目组就帮忙安排他们见面。这节目看的呀。接下来让我们大家一起太难受，把目光投注到舞台的左侧。张阿姨，您看是谁？笑着。你看，这姑娘很小的时候就走丢了，她家里人找了她10几年，她爸爸为了找她，一个人骑着摩托车把咱们粤东省都跑遍，可到死也没见到她女儿。接下来我们就把舞台留给他们俩。同时呢，我们也想呼吁电视机前正在收看节目的观众，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也有像张阿姨这样失散多年的家人，欢迎大家致电我们栏目，等你归来。家很远，心很近。我是在长途汽车站看见他的，他长得特别好看，我看他不认识路，就一直跟着他，跟到小河边。哪里的小河？汪江南边。说具体点。就挨着丁家村。不是，南湾。到底是哪里？
你也办过这么多案子了，这个案子你怎么看？我觉得他不太像是口误，像是做恶太多，记混了。你看他那样子，肯定藏着很多事儿呢。他犯过的案子，就我们知道的，就有3起。咱们去找一下杜队，去核实一下丁家村附近还有没有破获的强奸案。好，走。小李啊，哎，杜队啊，把那个望江无名女尸案的那个卷宗给我找出来。望江无名女尸，来，这边请啊。好，是。好，往里吧。啊，来，给您。尸体啊，应该是在1个月之前被当地村民发现的。我们警方赶到的时候呢，尸体已经腐烂了，而且这个脸呀，被野狗都给啃没了。被害人生前有没有遭受过强奸？有。这个检察院回复说呀，说是这个在死者的阴道里提取了男性精液的 DNA。移送了吗？这位是。哦，院里来的新人林之桃，研究生刚毕业。你好，杜队，我是林之桃。哎呀，能移送就好了。我们现在是毫无线索。那没移送怎么到我们这儿呢？我们这不是被逼得没办法了吗？所以才协调贵院的这个司法鉴定中心啊，协助我们一下。我们是听说司法鉴定中心有一个卢教授，那可是 DNA 方面的专家，所以呢，我们想请他呀，帮我们缩小一下这个侦查范围啊。郑检察官，不是我说这个检察院同志的闲话，卢教授这脑子，这反正是有点轴啊。哎。小张啊，杜队长，这怎么样？这有消息吗？有消息，但是没有结果。对，您先把那消息告诉我。你确定吗？都急成什么样了？当然确定了。你们看，被害人阴道内精液的 DNA 样本信息已经提取出来了，现在正在解析外染色体的基本特征。据最新研究成果表明啊，男性族群的外染色体基本信息啊，呈现地域性特征。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样本信息，可以准确地找到定位，甚至定位到人类族群的某一个聚集点。那也就是说，通过外染色体就可以找到凶手的出生地，进而确定凶手。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实际排查起来啊，难度很高。我们国家呀，人口流动性大，即便是我们把范围缩小到某一个人类的聚集点，但是要真正抓捕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情。科学就是科学啊！您不用说这么多啊，我就是想知道咱能不能通过这个，把这个被害者的身份找出来。现在啊，我们科学研究成果表明啊，女性是没有外染色体的，只有 X 染色体。但是我们即便掌握了 X 染色体的信息，也不能够确定这个人的真实身份。啊，等这么久，合着就一纸上谈兵啊？怎么是纸上谈兵啊？这是科学结论呐。比如说，有一天我们有了一个完备的 DNA 信息库，我们就完全可以对应到每一个人的信息。10几亿人呐，那是说，不，您现在跟我说这个不是较劲吗？这是我怎么跟你较劲了，杜队长？啊，这是现实啊，这是现在和今后你们公安局工作的一个重点组成部分啊。是。如果我们有一个嫌疑人，可以直接和你们的样本进行比对吗？如果这样的话，那问题就简单了。我想啊，2010年1月2号，你在哪儿呢？1月2号我在哪儿？忘了。忘了？那我提醒你啊，检察院提审你的时候，你提到过望江的丁家村，记得吗？不记得。不记得了。行，这地点能记混，
做过的事儿总不能记混吧？我提醒你啊，老实交代，你是不是在那儿还强奸过一女孩？没有。想清楚了你再回答我。看清楚了，你的 DNA 和被害者体内的精子完全吻合，还狡辩吗？说！我只想跟他好。说重点，干什么了？还能干什么？该干的都干了。完事他还不乐意，还打了我。然后呢？然后我就拿石头就砸了他。我没杀人，我没强奸。被告人注意情绪。审判长，公诉人下面开始举证。这是被害人的尸检报告，证实被害人下体所提取出的精液残留物和被告人 DNA 相吻合。那女的就是个坐台的，她在车站揽客。审判长，我申请鉴定人云海市人民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法医卢文昭出庭作证。单一的证据确实能够做出多种解释，但是不同的证据组合在一起，就会指向唯一的真相。除了精液以外，我们还在被害人的指甲缝里发现了大量的属于被告人的皮肤组织，这证明被害人曾经有过激烈的反抗。那我说他办事的时候太激动了，弄疼他了，他抓我。审判长，在被害人的指甲缝里，除了发现被告人大量的皮肤组织以外，其中还混合着泥土。如果被害人的死亡和被告人无关的话，那么在他的指甲缝里应该是先有皮肤组织，然后上面再附着泥土。但是经过我们鉴定，这两者是混合的，所以可以证明被害人在野外是有过激烈的反抗行为。请问这个鉴定人啊，如果这个嫖娼行为发生在野外，整个过程当中被害人又很兴奋，是不是有可能出现你鉴定出来的这个结果？是有可能的。审判长，被告人曾经明确承认自己用石头砸向了被害人的头部。如果他没有杀害被害人，是不可能如此具体地说出被害人致命伤的位置和凶器类型。审判长，经过鉴定，被害人的致命伤是在头部，是钝器击中头部所造成的死亡。创面的形状、附着的泥土和现场是吻合的，凶器高度疑似是现场的石块。高度疑似，那也就是说，并未确认凶器，对吧？审判长，案发现场的当夜下了一场暴雨，经过暴雨的冲刷，凶器无法分辨，所以我只能说，被害人确系是钝器击中头部所身亡的，具体是哪一块石头，不能分辨。那如果他在野外不慎昏倒，是不是也有可能遭到落石的意外击中，不幸身亡呢？审判长，我想提醒法庭注意，本案是先有被告人供述，才由公安机关确认这具尸体遇害的经过。你说的这种巧合的可能性是不可能存在的。刑事诉讼法的要求，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本案一没有凶器，二没有被害人的陈述，三被害人身份不明，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小郑，啊，我是鉴定人，我只能发表鉴定意见。你负责确定客观事实，我负责这些事实的呈现。但是我没有把这个证据链做完整。
我辜负了他。小郑，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我应该提前完成模拟实验，最大程度上的复原伤害轨迹，排除所有人为因素以外的其他干扰项，还有被害人的病理报告内容也不够充分。我应该在第一时间排除掉所有其他各项因为自然或非自然环境给被害人造成的事前、事中、事后昏迷情况的可能性。虽然这也很难直接指向被害人就是他妈在案发时候遭到袭击的。罗老师，小郑，我爆粗口了，对不起。你知道我一向是很理性的，但是今天我有一点点生气。我血压，我体温至少上升了0.5度。我知道，科学就是科学，但是我们还有道德与信仰。您放心，我们一定能够证明何国强在撒谎。我知道，小郑，我们现在还差一个重要的环节。被害人到底是谁？下面这个是陆主任，最近还有来认尸的家属吗？这是最后一对家属了。你说对于他们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我希望对他们来说是好事，但是我心里觉得，这孩子一定会找到他家人的。等你归来，家很远，心很近。
现场发现有带血迹。这个在哪儿发现的？外边的圆桌上。死者身份什么时候能确定啊？正在联系很多呢，但是邻居说这死者应该是还有个弟弟，差不多上小学的年纪，还没找到。弟弟这么小啊？您说这个剪刀是在外屋原创发现的？刚才那个镜子是在哪儿画的？亲爱的你啊，我们好久没见，有没有长大一点？破旧的一件，走不出的欲望，停在荒草满天。那是家里面，妈妈总在延绵，窗外旧气弥漫。一想你打算忘掉满身斑斓，长出翅膀飞远。孤单绕着思念流淌着的不安，每一步每一弯踩中了梦魇。你会翻过山，看到万丈青天，飞鸟正越过海面。你会迎着风，放着胆，唱着歌，把风景都看遍。你会翻过山，看到万丈青天，飞鸟正越过海面。你会迎着风，放着胆，唱着歌，把风景都看遍。你会翻过山，看到万里平原，天光正穿过云间。你会握着拳，试着交流着
花。